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，俄军的电子战系统发挥了很大作用，让乌军失明失聪。那么，俄军都出动了哪些电子对抗系统呢？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？效果是否真的像俄方所说的那样有效？俄军拥有非常多的电子战系统，比较著名的包括克拉苏哈4、里尔3、莫斯科、居民、摩尔曼斯克 BN、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、RB109A、勇士赞歌和基拉达2等等。克拉苏哈4属于俄军知名度最高的一款电子战系统。今年3月就有报道指出，在基辅郊外，俄军撤离之后，乌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集装箱。这个看起来像指挥方舱的装备，就是克拉苏哈4电子对抗系统的一部分。克拉苏哈4由俄罗斯无线电电子技术公司研制，一套完整的系统由2辆卡马兹8×8越野卡车组成，一辆装备电子战系统，一辆搭载指挥方舱。据俄制造商表示，它对地面和空中目标的最大作用范围在150到300公里之间，具体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。有外媒报道指出，克拉苏哈4系统可以发射强大的射频能量束，可以对某些目标上的敏感电子系统造成物理性硬损坏。而更多的时候，它展示的是通信干扰的软杀伤能力。即便是美空军的 E3望楼预警机、E8C 联合星侦察机和 RQ4全球鹰无人机，也能够对付他们的机载雷达等电子设备。俄方称，克拉苏哈4系统不仅能阻止乌军的通信，还能够阻止乌克兰试图依赖的无人机通信信号 GPS 导航信号。但战场反馈证明，乌军的通信联络和指挥系统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。乌军士兵甚至还可以在战场用手机，说明信号并没有被俄军切断。克拉苏哈4系统的压制效果不尽如人意，主要在于其采用的仍然是已经落后的压制式干扰或者阻塞式干扰，也就是俗称的大水漫灌。在对乌军进行电子压制的时候，俄军自己的无线电系统也会遭受到影响。俄乌冲突爆发期间，北约就曾多次监听到俄军上级要求电子部队停止电子干扰，因为干扰导致自己的无线电系统出现混乱。而俄军的大部分电子战系统与克拉苏哈4系统的干扰方式一样，都是压制式或者阻塞式干扰。只有俄军近期投入实战的 PJK 新型电子战系统采用了瞄准式干扰，能够在不影响自家无线电系统的情况下，精准干扰乌军的无线电系统。PJK 的作用半径是超过20公里，能够致盲从短波到超短波的无线电系统，并压制集群通信、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通信。PJK 还能够独立探测乌军无人机的通信，并启动干扰，让乌军无人机失去与操作员的联系。此外 ，PJK 还具有系统组网功能，能够将不同的电子战系统和无线电侦察设备集成到统一的工作网中，大大提升这些装备的使用效能。观察指出，如果俄军向乌克兰投入更多数量的 PJK 电子对抗系统，对乌军的电子战效果将会明显增加，并且能够更好地对付从土耳其购买的 TB2察打一体无人机以及美国援助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。